当地时间5月2日，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收到联合国驻阿卜耶伊安全部队任务，部署一架直升机赴苏丹南部卡杜格利机场，撤离滞留在苏丹的联合国19名工作人员。受领任务后，针对苏丹当地局势，中国维和直升机分队启动紧急预案，迅速完成出动准备。此次执行撤离联合国滞留苏丹工作人员的任务，得到了联合国对中国维和直升机分队能力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分队在海外执行重大任务能力的检验，既体现了中国维和部队的专业素养，更彰显了我们的大国担当。5月2日，第2架接返自苏丹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此趟航班由沙特阿拉伯吉达起飞，机上共搭载140多名乘客，均为中国公民，其中包括中资企业员工、留学生等。从枪炮声不断的苏丹平安回到祖国，一张张笑脸，记录下万里归途的不易和感激。我带着3个孩子嘛，当时在那害怕吗？你特别担心他们的安危是吧？对呀。然后这3个孩子都活了，都回来了，有点没底了，有点害怕了。一看仓库外面呢，都有什么那些皮卡车啊，那有的是有好像是什么炮弹一样，有机枪那些之类的，啊，都不敢看外面了。当我第一次打通那个大使馆电话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激动，真的感觉到回了家了一样。还有在前面一段登上我们祖国的军舰的时候，那一刻，特别是看到军舰那一刻，很高兴。这个踏上军舰了，就相当于我都感觉到已经回到祖国了。今天见到女儿和家人都特别高兴。是的，那您回家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回家陪你玩，好不好？好，回家了我们。我当时撤离的时候，回到了苏丹港，安全了，震撼了我，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东西写出来。但是呢，我的文化有限，还是没有真正的抒发出来。终于回来了，非常温暖。当知道他已经安全撤离，从苏丹港去到沙特，在这个军舰上，我这时候就已经放心了。下飞机的时候，第一时间跟家里说，我们已经平安到达，让他们放心。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祖国都会带我们安全回家。从苏丹港到吉达港呢，我们坐的是中国的军舰；从吉达港到北京呢，我们又坐的是中国的飞机。繁荣、强大、富强的一个祖国，是我们所有的海外儿女最坚强的后盾。让我们感受到，无论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祖国始终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13个小时的陆路撤离，12个小时的海上撤离，还有9个小时的空中撤离，可以说是陆海空万里归途。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我现在想来，虽然是一路坎坷，这个大家都感觉到确实是祖国的强大感受到人民海军的威武，还感受到这个大国外交的力量。踏上了祖国的这片热土，我热泪盈眶。同时，我们感谢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军中国驻苏丹使馆周边国家的使馆给予我们了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能够安全的回到祖国，祖国是我们的坚强的后盾。紧急撤离中国在苏丹人员任务，再一次检验了中国海军的忠诚、担当和能力。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快速有力措施，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周密组织撤离行动。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连夜高速机动630余海里，从亚丁湾赶到苏丹港附近海域，比上级要求的时间提前了7小时。据了解，在部署会上，中国海军制定了特别行动方案。如果军舰不能停靠苏丹码头，将使用冲锋舟把舰员和特战队员送上去，一定要把撤离人员接上船。指挥员的担心并不是凭空臆断。有的国家在苏丹的撤侨行动遭到不明武装的袭击，造成装备损坏和人员受伤。欣慰的是，在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的协助下，26日上午，南宁舰、微山湖舰顺利靠泊苏丹港。舷梯刚放下，率先靠港的南宁舰多名舰员就迅速登上码头，开设出安全警戒区域。
数十名特战队员立即进行警戒。随后，第一批撤离人员顺利登上军舰。看到这些官兵们对我们真是像亲人，帮我们提东西，帮我们安排住的地方，帮他们自己铺给我们住，真是我觉得可能家也就这么温暖。我觉得这个军舰对我来说太温暖了。按照撤离行动方案，中国海军军舰从苏丹的苏丹港撤离至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2个港口横跨红海，直线距离约170余海里。为了让脱离险境的撤离人员在舰上能睡上安稳觉，海军官兵腾出大部分驻舱，拿出自己的被褥，炊事班几乎全天不休，保障撤离人员吃上热菜热饭。我是个苏丹人，我的老公是个中国人，我有一个小孩，他才5个多月了。我们在苏丹一直都是，驻苏丹的中国大使馆，他们一直都在，关心我们，非常感谢，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是反正非常感谢他们。当地时间4月27日10时许，首批678名撤离人员安全顺利抵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后，南宁舰、微山湖舰迅即再次折返苏丹港，开启苏丹港到吉达港的摆渡模式。当地时间29日9时许，在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伴随护卫下，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搭载着第2批中国在苏丹人员272人，巴基斯坦、巴西等国人员221人，安全靠泊沙特阿拉伯吉达港。First of all, I want to really appreciate and I want to say thanks all of your staff. They are really great efforts for us to bring us to our mother country. So I really so much thankful to you, all of you. 2023年4月29日10时03分，首架接返自苏丹撤离中国公民的航班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的包机就是我们的领土，现在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然后非常感谢咱们祖国给予的一切的帮助，然后祖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4月29日，中国军队完成撤离中国在苏丹人员任务。中国海军不仅从苏丹港撤离出940名中国公民，还应有关国家请求撤离出231名外籍人员。And we are very thankful for Chinese government for providing us this facility, and thank you for their hospitality as well. And I will say that Pakistan and China friendship live long.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Chinese, especially this Chinese army ship. They transfer here very safely. They provide us good food and all of our facilit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China and Pakistan have very deep relation.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China. We love you. All the passengers who have been brought here were taken well care of, and they all are healthy, safe and sound, and they have all words of thanks and praise to the Chinese Navy,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此次苏丹撤侨行动说明，中国海军已经具备了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能力。撤离行动检验了中国海军舰艇的机动性能以及海军官兵的专业素养，也展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次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红海行动。